在一体机和 PC VR 之间 ，PSVR 似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像 PC VR 那样繁琐，需要定位器、独立的供电，还有一台高性能电脑。那它也不像一体式 VR 那样高度集成和简洁，啥都不用买，带上就可以游玩。你还是需要在买了 PSVR 这个头显之后，再氪金买一台 PS5 主机，才能够获得进入到索尼所构筑的这个 VR 世界里面去。但是相比于索尼第一代 VR 产品，当初我们也评测过 PSVR 2，无论是它的外观设计、游玩体验，还有它的连接方式，这个我可以确定的说，都是要好的太多太多。尤其是它 4K HDR 120赫兹显示效果，以及眼部追踪、触摸反馈、自适应扳机等等这些索尼特有的黑科技，可以这么理解，也都集成在这一代产品之上。那相比那些动辄上万的大型 VR 眼镜，4499元的价格，虽然说起来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性价比的，这是比较来说的。那同时 PSVR 2也是少有的不需要过多设置就能让别人看到你眼镜画面的 VR 方案。那起码别人可以知道你是在做一些正经的事情，而不是别的。那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还是有一些非常索尼的小问题，值得来和你分享一下。外观设计上 ，PSVR 2的设计语言可以说和 PS5 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头戴还是控制器，都是采用这种白与黑的极简设计。那你觉得这样的设计怎么样？对我而言，整体的设计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挺喜欢的，但是也说不上特别的新颖吧。那也可能是因为整体结构设计的原因，上手之后你会觉得 PSVR 2它有一点松松垮垮的感觉，不够精致，让你有一点点的廉价感。那当然，上手之后你会发现 PSVR 2还是非常轻便的，整机560多克的重量比一些一体式的 VR 设备其实都要轻便不少。那在重量分布上，虽然没有像一体机前部眼镜、后部电池的这种较为平衡的配重比，但是 PSVR 2戴起来，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不同于其他 PC VR 把佩戴的压力主要放在你的眼眶还有鼻梁之上， PSVR 2会更像是套在你的头上面，像是套了一个紧箍一样。我不知道这样的形容够不够具象，你能不能懂？在长时间佩戴之后，对于我来说，仅在额头的位置会有点压迫感。那同时，这样佩戴的好处带来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你不需要中间的绑带，就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固定，所以对于你的发型，它还是比较优雅的。那在调节方面，只要按住头部后面的按钮，就可以松开绑带，旋紧就能够固定。眼睛上方右边的按钮按住就可以调整屏幕和眼睛的距离，左边的滚轮就可以无极的调整双眼的同距。那而在和眼眶接触的部分，它没有采用这个主流的海绵材质，而是采用的是一种软硅胶的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戴上之后不会对你的眼眶和鼻梁造成太多的压力，透气性也还不错，整体的舒适度我个人是会给比较高的分数的。同时足够大的眼部空间对于我这种戴眼镜的人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不会压迫到你的眼镜。这里我不得不夸赞一下 PSVR 2的整体遮光设计，在正确佩戴上之后，即便像我这样戴着眼镜，也是一点外光都看不到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次在 PSVR 2的底部，麦克风和电源键的旁边还有一个按键，这是别的 VR 设备很少有的，就是在游玩的过程中按一下能够暂停游戏，通过正面的4个摄像头看到外部的空间。毕竟你戴着眼镜是啥都看不见的。而且如果你超出了设定好的安全边界，即便你不按这个按钮，也是能够直接看到外部的环境的。那和现在一体机的体验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缺点这就来了 ，PSVR 2的这个影像还是黑白的，清晰度我觉得现在看下来也不算特别高，所以你不能指望它能让你在戴着头显的同时还能看看手机再回个消息，跟那些彩色透视模式相比，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的。但是另一方面吧，这也说明索尼在设计这个头显上摄像头的时候，更多考虑的还是定位还有安全。PSVR 2它本身专注的地方也就是游戏和娱乐领域，你不能期待用它来做太多虚拟现实或者混合现实的事情。索尼在手柄的设计上还是有着它非常独特的见解的。那在第一代的设计中就这个可见一斑，我觉得挺丑的。那不同于其他的厂商，这次手柄的整体设计是一种类似于球形的设计，感觉握着像是一个拳套，视觉上还是挺有辨识度的，看着很酷。只不过当你把它穿好之后，你看你把手这并排的一放，你不觉得这很像一个赛博手铐吗？很奇怪，对吧？但是按键方面还是常规的布局，无论是摇杆还是按钮，整体上是要比 DualSense 手柄上小一圈，同时按钮本身也会更紧一点，按键反馈也会更加明显。你可以听一下，这是对比按下去的声音。而在每个按键上都有电容检测功能，你不需要按下，通过手指的触摸就能够检测到手指的动作，并且在游戏里面实现对应的交互。那有点可惜的是，它不能够像 Vive Index 那个直虎手柄那样，那个手柄我觉得真的超级棒，能够检测到每根手指的动作，非常的灵活。所以在游戏里面，你用 PSVR 2的这个手柄，只能够给你的队友点个赞，而不能给他这个。
那和 DualSense 手柄一样，这次的 VR 手柄同样支持自适应扳机以及触摸反馈。那在地平线山之呼唤中，无论是拉弓时候的阻力，还是攀爬时候的触感，你都能在手柄上通过它细微的震动来感受出来，并且当这个巨大的机械兽掠过你的头顶，这头戴本身也会给你一种震动反馈，这我觉得真的还是挺震撼的，在 VR 体验里面绝对是佼佼者。所以这样的功能，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给游戏多了一层非常细腻的反馈维度，也很大增强了沉浸感。但是它的问题也非常的明显，真的费电。在实际体验中，这手柄也就用差不多2到3个小时左右，它电量就会告急，需要你去充电。那假如你想继续用、继续玩的话，那你需要像这样连接一个你的充电宝，来体验一下这个当奎爷的感觉啊。当然，对于大部分而言，我觉得这样的续航也基本够用，毕竟带 VR 的设备也不可能玩太久，它有着不同于其他手柄的优秀体验，所以勉强可以理解。可是，在充电体验上，我不知道为什么索尼这次会这么抠，只给了1根 Type C， 2个手柄，1根线。当然，索尼也不是没有给你选择，对吧？他说你只需要购买一个优雅的手柄充电器，没电之后像这样优雅的放在上面，你就获得了一对路由器旁边的精致的信号放大器。你可以和你老婆这样解释，只不过你要为这个天线多掏出3/4个 DualSense 手柄的价格。索尼最大头贴，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次 PSVR 虽然没有做到无线连接，但是相比于我们上一代那个阴间和反锁的连接方式，真的是要好的太多了。你只需要把头显上的 Type C 连接到 PS5， 然后戴上头盔，连接手柄，扫描空间，规划出游玩范围，就能够进入到 PSVR 的世界里面去了。整体的设置流程和目前的一体机设置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而除了基本的空间设置，现在还多了一个眼部追踪校准的过程。那背后的功能也就是索尼重点宣传的黑科技，这个注视点渲染。那简单来说，就是人在看什么地方就重点渲染哪里，其他余光的部分呢就会降低渲染的精度，反正你也看不着。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比较符合人视觉感知的逻辑的，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PS5 渲染的算力，保证你可以看到的画面都是清晰可见的。那同时，这次 PSVR 的显示效果，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出色的。单眼是2000×2040的分辨率 ，OLED 的 HDR 显示，最高120赫兹的刷新率，以及110度的视场角。虽然相比 Valve Index 的视场角小了20度左右，但是更加锐利清晰的画面，还有基本上感受不到的这种纱窗效应，就是挡在眼前的感觉。我觉得 PSVR 是目前这个价格范围里面显示效果最好的 VR 设备，我就这么说了，真的还挺好的。可是相比于绚丽的视觉体验，在听觉上，说真的，索尼虽然宣传了，但是还是有点不够带劲。不同于那些自带耳机的 PC VR，PSVR 只提供了一副很小的入耳式立体声耳机。那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外接一个头戴耳机来获得一个更好的声音体验，或者购买 PS5 专用的蓝牙耳机。只不过这又是多余的重量挂在你的头上，会有点难受。现在我们可以来聊聊 PSVR 2的游戏了。那首先就不得不提一下本次的护航游戏，这个《地平线：山之呼唤》。我是第一次玩，但是不愧是索尼的第一方大作。游戏中无论是机械兽上的金属反光、人物动作、水流细节、战斗特效，都是目前 VR 游戏里面一流的水准。配合着头部还有手柄的震动反馈，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但这确实是我目前所体验过的所有 VR 游戏里面综合体验的天花板了，不是第一也是第二。要说唯一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游戏里面物品的自由度没有特别高，你看得出来游戏中是有这样的设计的，桌子上的罐子、盘子、可以吃的苹果等等都可以交互。但是相比于半衰期 Alex 那种过于拟真的物品交互，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距，没有办法得到相同的体验。看得出来索尼是希望尽可能让每个玩家都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 VR 体验。所以在游戏设置里，你可以选择一些新手的游玩模式，在一些大范围的快速移动的时候，它边缘画面会刻意的黑掉，只显示中间的内容，从而来减轻运动症的效果。对很多容易眩晕的人来说，还是挺好的。而最让我惊喜的地方是它的瞄准方式，配合眼动追踪，在射击的过程中，只要注视着目标，不需要准心就可以做到看哪打哪。那同样的一些对话和交互，也能够通过眼神来完成。这个对于沉浸感的提升还是挺多的。当然，除了山之呼唤 ，VR 怎么能够少得了赛车？GT 赛车7你都不需要单独购买 VR 的版本，连上眼镜就能够使用。那在游戏过程中，你能够清晰的看到仪表盘上的指针、飞驰而过的树木，感受光线在身边流淌。特别是当你有一套完整的赛车套件的体验的时候，在车速很快的时候，还是会给你一种生理上的恐惧，和单独看屏幕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让你心跳加速，沉浸其中。
那当然，你想要做到和现实体验的完全一致，那还是有点困难，毕竟你没法感受加速度的重力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视角问题。有的时候虽然这个车身倾斜，但是 VR 的视角并没有跟着车辆转动，你只能用身体的倾斜来匹配这个视角，或者是让朋友帮你来完善这个驾驶体验啊，所以这个还是没有这么完美。而在赛车展示模式的时候，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车身的材质、车灯的纹理、方向盘、变速杆、轮胎各种细节，包括下面的底盘等等，你都能清晰的看到。而且如果你的游玩场地足够大的话，你甚至可以随便去走动，你就会有一种错觉，好像这就是停在你家车库里的一辆车，能够让你从里到外细细的端详。那当然，头盔后的线缆一断的话，还是会把你拉回现实的。可是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赛车游戏是最适合 VR 的游戏之一，它是能够带给你这种全方位包裹，真正让人获得一种真实体验的游戏。但是除了上述的2款，我觉得体验还不错的游戏，就目前的游戏阵容而言，不能说是寥寥无几，只能说是乏善可陈。20几款首发游戏，称得上大作的其实也就这么几款，很多还是独立的小品游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些优秀的当初我玩的挺好的1代 VR 游戏，它是不支持的。所以你想用它来谈恋爱的朋友，可能还是得再多等一会儿。总的来说，我对 PSVR 2其实还是挺喜欢的，相比第1代有质的飞跃，那一些体验也超过了目前多数的 PC VR。只不过当前的游戏阵容还是没法发挥它的全部实力，但这又是它所目标的市场，所以会有这么一点尴尬。但是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目前综合观看体验最好的 VR 产品。在这个大家都在迈向元宇宙、炒这个概念的 VR 时代，能够专注于游戏本身，花几年的时间和精力来开发几款好玩的 VR 游戏，本身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值得称赞。索尼是花了心思的，可是它注定是一些硬核玩家的选择。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我觉得可能目前大家更接受的还是一体式的 VR 产品。虽说性能上肯定没有那么强劲，但是更多的体验场景、多元的娱乐方式、开放的社区生态以及不会受到线缆拘束的体验，还是比较适合作为自己的第1台 VR 设备的。如果你有 PS5 的话，那我觉得 PSVR 2还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所以对于 PSVR 2你觉得怎么样？你自己会买吗？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点赞和被3连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